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《亚当球鞋》，欢迎大家。在去年，安踏推出了 KT 系列当中的一个新支线三分雨。作为一代产品，确实它在实战性能方面并不是特别出众，但是它凭借着亲民的价格，加上全掌的氮气以及弦科技鞋面，让它在市场上还算有着不错的一个口碑，在300左右这一个价位段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。而这一次的2代在配置以及鞋型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它更像是在1代的基础上做出了一定调整的，或者说是加强之后推出的一个产品。这样的做法绝对是最谨慎、最安全的一个做法。同样的全掌氮气，同样的弦科技鞋面，同样的水泥克星大底，跟1代保持了完全一致。而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重量控制在了345克左右，比上1代更为轻质，而且整体的重量分布均匀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出色。我身边试了这个鞋款的朋友，上脚之后的第一反应都出奇的一致，就是说这一双鞋是真的轻，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他们轻了，然后没什么感觉。至于它的脚型适配，鞋楦的宽度比较适中，适用于大部分的脚型。宽脚的兄弟也可以去进行尝试，尺码也不偏。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.5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我有一个脚型偏宽的朋友试了一下这一双鞋，他在穿了一段时间之后表示，他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，会明显感觉到球鞋外侧的这一块硬质 TPO 会有一点点异物感存在。这一点宽脚的兄弟还是要了解一下。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鞋款，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先去试穿一下，看看这一点你能不能够接受，好吧？而正常脚型以及窄脚的兄弟可以完全放心，我们是不会碰到这种情况的。反正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下来，它在包裹的舒适度方面完全没有问题，什么鞋带勒脚鞋面卡脚之类的各种舒适度方面的问题，在这一双鞋身上都不存在。而在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方面，它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穿上鞋拉紧鞋带之后，鞋面与双脚十分贴合，除了脚趾上方会有一定的多余空间之外，其他位置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。而上一代身上饱受诟病的后跟锁定，在这一代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加强，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不会出现任何掉跟的现象，当然也不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或者是顶脚趾之类的情况。整体的包裹锁定真的非常出色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提一嘴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使用的这一副鞋带怎么这么长？系紧鞋带之后，鞋带多出来非常多，我觉得还是蛮影响这一双鞋上脚之后的一个整体观感的。那你觉得呢？而在强度方面，它的表现也比上一代更为出色。虽然鞋面的密度看上去好像比1代要稀了一些，但是2代的鞋面强度完全没有问题。再加上球鞋侧面的 TPO 材料补强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。而且密度更低的鞋面，也就意味着它拥有着更为出色的透气性，即使是夏天穿它出去打外场，也完全不会出现捂脚的问题，汗脚狂洗。而这一代加强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它的中底刚性，上一代的整体刚性确实略微有一些欠缺，而这一代在中底强度方面的提升真的非常的明显。大体重球员穿它去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，它也完全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即使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而这一次的中底调教做的也十分的出色，前掌足够贴地，后掌的缓震对于我180斤的体重也完全够用，即使是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，也不会有震脚的感觉。而且这一次的中底氮气调教的很弹，在弹的基础上还有着一定的推进感。我相信这一代的三分雨在中底应该是放置了一块延伸至前掌的 TPO 片的，在跑动或者发力蹬地的过程中，我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一定的力反馈，能提供一点点弹射的感觉，反应性、场地感、缓震3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。但是为了拥有出色的后跟缓震，它的后跟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偏高，中底的龙骨落差也略微偏大，上脚之后会有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。那在意这一点的兄弟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，好吧？
而上一代身上后跟不太稳定的这一点，在这一代身上依旧没有被很好的解决。虽然它中底缓震材料的密度会比上一代更高，但是由于后跟外侧依旧没有做出明显的加固，它在后跟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稳定的感觉。但是比上一代要好了不少，只要脚踝力量不是特别差的兄弟，应该都能很好的驾驭这一双鞋。至于它的大底，依旧是全掌的水泥克星，够粗且够深的纹路，再加上硬度在70左右的大底橡胶，让它能够轻松的应对大部分的室外场地，并且它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。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，它的抓地力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，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。这一副大底对于场地的适配范围非常广，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，它都可以很好的驾驭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上一代的三分雨就有着不错的实战表现，但是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说实话真的不少。而这一代真的就在这些需要去进行改进的地方做出了针对性的提升。虽然后跟稳定这一个问题解决的并不是特别彻底，但是它的整体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当然现在的价格确实还不便宜，但是一旦它进入到300档这一个价位段，那它的性价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。而且我相信当中等待的这一段时间也不会太长。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外线，想要购买一双价格合适、性能出色的篮球鞋，那这一双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有买鞋需求的兄弟可以把它先加入收藏夹，关注一下，好吧？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